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今天是来分享一下江汉战到底值不值得去觉醒，然后可以用多久，现在的骑兵统帅应该要怎么去搭配等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先说一下重点嘛，在之前我就已经有发布了一个影片，讲江汉战3555的情况下表现怎么样。那其实在我实际实测下来呢，它的表现算是不错的，我也是给予了评价。你在使用江汉战来搭配你的骑兵统帅的时候，其实部队会比较硬一点，搭配其他的联机统帅表现也不错，但是我个人是比较推荐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的。但是有一些观众就问，为什么你用江汉战做副将而不是用主将？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的江汉战是3555，也就是说他的技能是没有满的情况下，而且我还是没有提升满等级的，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为主将，而是放为副将。顺便也是测试一下，如果他作为副将的话，差别会有多大。那么近期365他们的 KVK 正在进行中，那我也是看到一些玩家他们就使用了江汉战，所以我就跟他们要了一些报告，其实表现下来也是不错的。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比例相差多少，赚了多少，但是也是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他的轻伤那有玩家就跟我讲他就是一个永动机，其实真的没有到达永动机这么夸张，它顶多就是可以让你多一个兵量的部队吧，就是你携带的部队可能有40万的部队，那如果包括江汉战的回血的话，可能就大概60万到80万左右的部队，当然不会这么多啦，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些重伤部队的嘛。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部队的治疗量是真的很多的，全部都变成轻伤了。这个就是你们把江汉战放在主将的好处。那观众就会好奇，为什么它是治疗2次？因为它的治疗量是根据它的连击伤害打出了多少的10%，然后再加上它作为主将，如果发动了自己的主动技能之后，又会提升150%的治疗量所治疗出来的。所以如果刚好你在发动主动技能的时候打出了多次的连击伤害，其实它治疗会更加多。就比方说像这一份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江汉战打出的伤害是蛮多的啦，也就是表示说它这边的连击伤害其实打出的比较多次。这里就有包括江汉战本身的技能，它打出了2次连击伤害，所以就造成了对方7537的兵力损失，然后再包括江汉战的天赋，造成连击或远程连击伤害之后有10%的概率造成1次连击或远程连击伤害系数250，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这里就有3次兵力的恢复。所以只要刚好你打出连击伤害的时候是跟你的主动技能是对齐的，触发了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帮你恢复兵力了。虽然这边看到恢复的兵力数量并不是很多啦，但是如果你是长期累积下来是很可观的。所以就跟大家讲，如果你们大多数的玩家像这位玩家这样子，他的部队就是直接打到死才回去的话，那你用江汉战作为主将其实是蛮不错的，就相当于你的部队多了一条血。但是如果你们像这位玩家这样子，你们可以看到他的报告就是打一下子就回去了，其实他治疗的部队量并不会到很多啦，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不太适合你用江汉战做主将，反而你把阿卡琉斯做主将，连续一直派部队出去打，就算你怒气断了还可以继续累积你的伤害，会比较合适一点。你们可以看到他这边轻伤其实没有到很多，像你们可以看他这边大多数的报告都是应该都是在拉扯吧，都没有什么机会释放到自己的技能那这个玩家就说到他自己试用下来江汉战没有到很好，没有到很强，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的战斗方式的问题了，因为他拉扯的那个频率太过频繁了，他不会去操控，所以就变成说他治疗量是真的很少的。所以这个是他给出的评价啦，就说不是很差，但也没有到很好。还有我会把阿卡琉斯放为主将的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我战斗的时候，我刚放了技能之后对方就死掉了就是对方可能融化的比较快一点吧，所以我才把阿卡琉斯做主将，让他先打出 AOE 伤害，获得比较大的收益。所以这个就看自己怎样选择啦。如果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你的战场是正常可以持续打的话，其实江汉战放主将会比较好一点。那么问题来了，现在的骑兵统帅应该要怎样去搭配？江汉战能不能排在我们的骑兵队伍里面？那我相信现在还是有不少玩家依旧还是有邪行阵的骑兵啦，技能伤害的骑兵统
统帅也是挺多的，再加上我相信最近大家应该也是挺缺金头的，所以不一定是每个玩家都会去觉醒江汉战啊，像我差不多要觉醒了，在等着转盘而已，所以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还是会选择一堆技能伤害，另外一堆就选择连击伤害。那假设说你的成本不足的情况下，你们依旧还是可以选择亚瑟搭配阿卡琉斯一个连击伤害的部队，然后另外一个部队就选择霍去病搭配贞德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你们给你们选择就是亚瑟、阿卡琉斯还有江汉战这3个连击伤害统帅里面要选觉醒或者是先推荐去培养哪一位统帅，肯定是阿卡琉斯，因为他原型范围 AOE 嘛。之后你们再去培养亚瑟或者是去培养江汉战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江汉战能够使用的时间可能不会太久，可能就等这一次的连击伤害统帅可以搭配，可能下一次推出新的骑兵统帅的时候会有 AOE 可能会取代江汉战的位置。虽然有不少玩家说江汉战它是司机 2.0 等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你们也知道了，现在就算是司机也没有办法继续使用下去了，它能够使用的时间是有限的，它不能使用永久。司机能够使用是因为它的覆盖范围很广，集结、驻防、野战都可以使用，但是江汉战不一定全部范围都有覆盖，它有些技能就绑定说它的驻防或者是集结没有办法用到，它的通用性没有像司机这么夸张啦，而且它也是定位在连击伤害的部分了，所以不一定它可以使用得这么久，像司机这样子。所以这边我就已经给出了一个技能伤害的搭配和一个连击伤害的搭配。那当然的，如果你要强度稍微高一点的话，你可以用阿卡琉斯搭配江汉战，就是主将的位置是江汉战啊，又或者是阿卡琉斯做主将也可以，但一般玩家我会推荐江汉战做主将。然后另外一个部队呢，你们可能可以选择贞德搭配亚瑟，或者是霍去病搭配亚瑟，就也是一样，一个技能伤害，一个连击伤害，但同时间你们可以用江汉战来搭配阿卡琉斯，如果你是金头充足的情况下。但假设说你是新玩家，你之前都没有培养过技能伤害的骑兵统帅，就好像霍去病、司机、贞德这些全部都没有的话，那么你就可以使用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然后用亚瑟搭配斐利，或者是亚瑟搭配威廉，但是我这个搭配我不太推荐啦，因为威廉算是已经淘汰的范围了，甚至有一些玩家是直接淘汰威廉了，所以你们可以先用亚瑟来搭配斐利，又或者是你们可以等新的骑兵，也就是那个有 AOE 范围的连击伤害统帅大卫四世，就变成2个连击伤害的部队了。但如果你是使用3队以上的骑兵，那你肯定是要去培养江汉战了。我个人是比较推荐2队连击啦，2队连击就包括刚刚我所讲的用亚瑟搭配大卫，然后用江汉战搭配阿卡琉斯，还有剩下的一个骑兵技能伤害就使用霍去病、贞德。如果是4队以上的话就不太推荐了，你肯定有一些报告是不太好看的，因为现在就连霍去病搭配贞德的报告也不一定是好看的。所以关于骑兵的搭配暂时介绍到这里啦，还有就是关于江汉战，如果以目前的强度来说，其实江汉战是值得去培养的，但是如果是以它的保质期能够使用多久，它的强度来说的话，我未必会觉得它可以使用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你比较起诸葛亮、秦始皇来讲呢，它的保质期肯定没有比起这些统帅还要来得更久，所以有可能江汉战它能够使用的期限就大概1代或者是2代左右，或许之后就会被淘汰了。当然那个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啊，不一定它可以使用这么短的时间，可能可以像司机这样子可以用这么久也说不定呢。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当然关于骑兵的部分呢，我们还是需要再研究了，因为大卫四世我们还没有实际的去测试，也在看觉醒了之后它的表现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做出评价。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